女人每次起床都会掀开被子检查床单，看看自己有没有来大姨妈，而她的丈夫却比她更紧张，因为一旦达芙妮怀孕，公爵就不会再跟她有肌肤之亲，就连他们的夫妻关系也会结束。所以公爵从没想过让妻子生育，因此在每次鱼水之欢的关键时刻，他总会中途刹车。懵懂的达芙妮起初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但询问了自己的女佣后，这才了解了真相。原来公爵不是不能生育，而是不想生育，没有哪个女人可以忍受这样的对待。于是等在一次夫妻运动时，达芙妮突然由被动变成了主动，从而阻止了丈夫的半途而废。可至此以后，他们的夫妻关系也变得名存实亡，甚至对方就在自己眼前，都要让仆人传话沟通，这让达芙妮实在受不了，于是打算回娘家住一段时间。但公爵却提出要陪他一起去，目的就是在确定妻子是否怀孕前，不让她离开自己的视线。然而回到娘家后，母亲一眼就看出了两人的异常，于是便安慰达芙妮，表示婚姻中不仅有喜悦，还会有特别的考验。可达芙妮不但听不进去，还埋怨母亲在结婚前没有告诉她婚姻生活的现实，让当初那个不懂男女之事的她像个傻子一样踏进婚姻的世界。而得知妹妹受了委屈，安东尼也找到了公爵，本想好好教育教育这个妹夫，可还没等他开口，公爵就先发制人说自己没错，两人的话语也越发的针对和激烈，根本不顾绅士的身份互相扭打起来。好在旁边的人拉开才将他们阻止。然而就在公爵处理眼角的伤口时，达芙妮正好赶了过来。尽管此时的两人还处于冷战之中，但看到丈夫受伤时，达芙妮还是很心疼，于是小心翼翼地帮他处理伤口。而在这样的氛围下，小两口情不自禁间又亲吻了起来。Why will you not unfold yourself to me? 公爵的父亲是个自私自利的人，他一心只想延续家族的血脉，根本不顾母亲和儿子的死活。所以为了报复父亲，公爵这才发誓要让血脉端在自己手里。达芙妮这才意识到，原来丈夫在婚床上的背叛，竟是为了报复他父亲的手段。You will neither have children, nor the happiness we could have together because you promised your father you would not. Say it. It cannot be undone. 公爵的话让达芙妮无言以对。既然他对父亲的恨远远胜过对自己的爱，那么只要等自己的经期一到，他们就会知道是继续悲惨度日，还是会幸福的分开。第二天的音乐会上，达芙妮突然感到下腹一阵胀痛，于是赶忙来到休息室检查，结果却让她大失所望，自己终究是没能怀孕。虽然这让公爵如了愿，但他还是对达芙妮感到愧疚。可这也将意味着他们的婚姻已经走到了尽头，而导致这种结局的根源还要从一年一度的贵族相亲盛会说起。这天，伦敦所有的贵族家庭几乎都带着待嫁的女儿来觐见女王，因为只要能获得女王的青睐，就意味着求婚者将络绎不绝。此刻所有女孩们都非常紧张，但凡女王露出一丝不悦，她们的身价就会跌入万丈深渊。好在经过层层筛选后，风姿绰约的达芙妮顺利打动了女王，不仅得到了女王的认可，甚至还给出了完美无瑕的评价。接着在伦敦的舞会上，所有男士都想一睹达芙妮的芳容，但是面对绅士们的邀约，达芙妮的哥哥却没有好脸色，将舞会上的男士逐一贬损。他觉得妹妹应该保持矜持，因为只有欲擒故纵，才能让男人更加深陷其中。哥哥话音刚落，果然一个胖男人就主动过来搭讪，可他无理的挑逗和粗俗的言语，却让达芙妮很是尴尬。他本想婉拒后赶紧离开，不料对方却穷追不舍。但就在他匆忙躲避时，却不慎撞进了公爵的怀中。眼看肥胖男就要追来，达芙妮故意拉住公爵交谈，本想借此让追求者知难而退，却让公爵误以为他在刻意搭讪，嘲讽他的行为不仅过时而且老套。就在达芙妮一时不知如何解释时，幸好哥哥的到来打破了僵局。原来哥哥与公爵是老同学，经过两人的一番交谈后，得知眼前的少女是好友的妹妹，公爵这才意识到是自己失礼。虽然这是一场误会，但他并未开口解释，而是任由达芙妮嘲讽他的不礼貌。两人的初次见面就这样潦草结束。随后母亲找到达芙妮，说有位绅士想与她共舞，他觉得对方条件不错，所以便想带她过去。不料哥哥却再次出面阻拦，他认为最佳策略是暂不与人互动，而是吊足他们的胃口。见哥哥所言极是，母亲和达芙妮便果断采纳，决定暂时不接受任何邀约，并且直接离开了舞会。然而到了第二天，其他贵族小姐的家里都门庭若市，追求者也络绎不绝，而达芙妮家里却冷冷清清。由于尽职的哥哥严密守护，居然没人敢上门提亲，只有那个让他避之不及的肥胖男，竟厚着脸皮只身前来示爱。 I presumed your affections were already engaged. Now I know. You and I were destined for each other. 肥胖男刚走，达芙妮就埋怨起了自己的哥哥，责怪是他把追求者都吓跑了。
现在就连报纸上都在刊登，说她是个无人问津的高冷女。然而哥哥却并不在意，还表示这是他的职责，这让达芙妮哭笑不得。而为了让女儿能尽快脱单，母亲居然自作主张，主动邀请公爵来家里做客。然而事情显然不会那么容易如愿，两人刚开始的对话就火药味十足。达芙妮当即表示自己对他毫无兴趣，而贝瑟则说她是无人问津的圣女。就这样，两人的第一次相亲很快就在互相抵触中结束。而哥哥安东尼其实早就看出了端倪，他作为公爵的老同学，知道他并没有结婚的打算，于是为了妹妹的幸福着想，哥哥决定在第二天的灯会上让达芙妮接受肥胖男的求婚。I will not hear of this. 哥哥的安排让达芙妮气愤不已，于是一个人来到后花园透透气。不料肥胖男竟偷偷跟了过来，他不理会达芙妮的拒绝，说自己是他最后的希望，并且还上前动手动脚。这一幕恰巧被路过的公爵看到，可还没等他上前解围，达芙妮就一拳撂倒了这个混蛋。Your Grace, I had no intention. Of knocking the Klimt flat out. I must say I'm impressed. 见公爵不依不饶，无奈的达芙妮只好说出了实情，只因家里人急着把她嫁出去，大哥就逼迫她嫁给这个男人。而达芙妮的话既让公爵感到震惊，但同时也感到意外。难道除了地上躺着的肥胖男，整个伦敦就没人愿意娶她了？ I'm in no need of your derision, sir. I do not mock you. I'm being sincere. 眼看达芙妮转身就要离开，公爵便向她提出了一个交易，只要他们两人假装恋爱，这样既能让达芙妮不再被逼婚，自己也能减少贵族太太们的纠缠。而在两人交往期间，只要任何一方遇到了满意的追求者，就立马结束这段关系。然而现在的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，就是因为这个临时的约定，竟让他们真正走进了婚姻的殿堂。紧接着，两人相恋的传闻很快就传开了。而当胖男人得知了消息后，他第一时间就是上门威胁，不但要达芙妮跟公爵分手，而且3天之内必须嫁给他，不然就会公布达芙妮打人的事，并且还会将此事发布到报纸上。而在那个舆论压迫的年代，贵族小姐打人就是极大的丑闻，所以为了保住家族的名声，被逼无奈的达芙妮也只能选择答应跟他结婚。但就在第二天，事情却发生了180度大逆转。母亲从仆人口中意外得知一个消息，胖男人竟和自家女仆有一个私生子。可他现在为了迎娶达芙妮，还打算将仆人母子赶出去。很快此事就传遍了大街小巷，而在法律和舆论的双压下，胖男人不仅主动解除了婚约，而且还被迫离开了小镇。虽然逼婚一事得以完美解决，但达芙妮却满怀心事，因为自从他和公爵交往以来，两人早已不知不觉互生情愫。可公爵始终不肯表明自己的心意。然而看着达芙妮和其他男人跳舞，公爵却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。第二天参加画展时，普鲁士王子被达芙妮的气质深深吸引，并且当场表达了自己的爱慕之情。但达芙妮早就心有所属，所以委婉地拒绝了王子。见公爵正在欣赏一幅画作，达芙妮不仅表示自己也很喜欢，还说出了自己对这幅画的感受。而两人也在此刻心意相通，就连手也不自觉地牵了上去。有了这次亲密的触碰，本以为两人的关系会更进一步，可欣喜的达芙妮再次约见公爵时，对方却突然提出结束假恋爱游戏。而且为了让达芙妮知难而退，还决定提前离开伦敦。突如其来的变故让达芙妮伤心不已。为了报复这个无情的男人，她穿着最漂亮的礼服来到舞会，刚一出场就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，其中就包括对她一见倾心的普鲁士王子。可当王子上前邀请她跳舞时，达芙妮却故意把折扇掉在地上。王子见状立马俯身为她捡起扇子，而这一切竟都是做给公爵看的。达芙妮是全城公认的绝色佳人，就连王子都拜倒在她石榴裙下，但唯独公爵却不懂得珍惜。看到达芙妮与王子在眼前亲密共舞，无法忍受的公爵只好先行离去。第二天，达芙妮和母亲受邀参加王宫宴会，可王子刚一到来，就拿出一条价值不菲的项链送给达芙妮，并且还亲自为她佩戴。但此时的达芙妮却有些走神，竟把身后的人错认成了公爵。她不得不承认，其实自己的心里早已被公爵占据。尽管所有人都羡慕她能嫁给王子，可达芙妮却毫无喜悦之情。而与此同时的另一边，心情复杂的公爵醋意难消，正对着沙包发泄着情绪。其实他并非不爱达芙妮，只是因为当初和父亲赌气，发誓这辈子不再结婚生子。虽然身边的朋友极力劝他，但固执的公爵还是决定离开。本以为这样就能忘记达芙妮，可还没等他出发，却又在好友的拳赛上看到了达芙妮。看到他和王子相谈甚欢，公爵心里很不是滋味，而达芙妮也看到了他。于是等到比赛开始后，只要公爵支持自己的兄弟，达芙妮就故意支持另一方。而蒙在鼓里的王子根本不知道达芙妮的心思，还以为他和自己喜欢的是同一位选手。比赛刚结束，王子却突然找到达芙妮的哥哥，提出准备向达芙妮求婚的请求。毫无准备的哥哥自然没有同意，而是选择回去和达芙妮商量。听到消息的达芙妮也很震惊，没想到事情的发展会这么快。此时的她不知道是高兴还是难过，
还好母亲看出了他的心思，于是便来到女儿房间。母亲只希望女儿幸福，不一定非要嫁给权贵。既然达芙妮心里还有公爵，不如再去争取一下。可达芙妮作为被分手的一方，根本拉不下脸去找公爵，而另一边的公爵正在收拾行李。此时的丹夫人也劝他说，达芙妮这么好的姑娘，如果喜欢就该大胆追求，不必为当初的誓言较真。但此时的公爵心意已决，现在的他只想离得远远的。可就在准备出发时，却在行李里发现了一幅画，这是他和达芙妮一起看过的画。也正是因为这幅画，他第一次牵起了达芙妮的手。想起以前甜蜜的画面，他突然决定不再逃避。而此时的达芙妮正在和王子跳舞，王子本想趁这个机会向达芙妮求婚，但他刚想开口，达芙妮就故意换个舞伴。等他跳完结束时，王子本想继续表白，可达芙妮却又故技重施。其实是他心里放不下公爵，所以才不愿接受王子的求婚，于是只好找个借口独自跑到外面。刚一出来，就赶紧摘下让他窒息的项链，因为达芙妮始终无法忘记公爵。但就在这时，公爵突然出现在他身后。达芙妮询问他来做什么，公爵本想说出真心爱他的话，可话到嘴边怎么也说不出口。见他无话可说，达芙妮只好离开，并且要求他立马迎娶达芙妮，因为公爵让妹妹受够了委屈。然而即便如此，公爵却还是说不能娶达芙妮，因为他有自己的苦衷。可宠妹狂魔的哥哥却不答应，决定要以决斗的方式保全妹妹的名誉。第二天一早，两人便相约来到野外决斗。就在决斗即将开始时，公爵却突然枪口朝上，但在极度愤怒的情况下，安东尼还是扣动了扳机。好在达芙妮并没有受伤，他要求跟公爵私下谈谈。达芙妮告诉他，有人看见昨晚的事了，如果公爵不娶自己，那么他的人生就毁了。可即便这样，公爵却还是不肯松口。达芙妮不理解他为什么这么绝情，难道他就这么看不上自己？见达芙妮不断的追问，公爵便说出了自己的顾虑，他不想让达芙妮做出这种牺牲。说完转身继续和安东尼进行决斗。接着为了拿到结婚的特许证明，他们就必须向女王表明彼此是真心相爱。达芙妮本想编个故事搪塞女王，可公爵却选择如实相告，不仅说出了刚见面时的相互鄙夷，还说出了逃避逼婚的假装恋爱。虽然起初用意是为了各取所需，但也因此让他们变得互相了解。直到相处了一段时间后，彼此才渐渐发现已经离不开对方。这番真心的话语不仅打动了女王，也同样感动着一旁的达芙妮。紧接着两人就举行了婚礼。只见安东尼挽着妹妹的手来到教堂，在亲友和主教的见证下，公爵脱下达芙妮的白色手套，为她戴上了象征爱情的婚戒。接下来两人便开始了没羞没臊的生活。在新婚蜜月的欢愉过后，管家每天都会带她熟悉这里的房间，不仅有古色古香的会客室，还有宽敞明亮的过道走廊。达芙妮对这里的一切都充满新鲜。晚上用餐时，超长的餐桌让公爵自己都略感意外，可达芙妮却觉得非常适宜。但公爵感觉这样彼此离得太远，于是让达芙妮不用顾忌用餐礼节，直接坐到他的身旁，并且还特意提醒达芙妮，从今以后她就是这里的女主人，在自己家里可以穿着随意。刚吃完饭，他们就来到庄园。在这里，两人忍不住纵情享乐，即便此时大雨磅礴，都难以浇灭两人炽热的爱意。接下来的几天，他们都是这样度过，在潺潺流水的无人旷野，在博大精深的私人图书馆，光是听听他们风流韵事的声响，就能让仆人们津津乐道。这天，他们来到集市，看到乱跑的可爱小女孩，达芙妮便心生爱恋，不自觉地将她抱起。而看到母爱泛滥的达芙妮，公爵的表情突然变得不自然，因为婚前他就坦白过，由于自己身体的原因，无法让达芙妮怀上孩子。虽然知道丈夫有不育之症，但达芙妮不仅不在乎。第二天一早，刚睡醒的达芙妮发现公爵不在身边，于是她准备去书房看看，却在隔壁发现了一个婴儿房。起初达芙妮并没有多想，反正自己也做不了母亲，只好把门关了起来。但就在晚上，她和公爵做夫妻运动时，达芙妮却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：每次丈夫在结束战斗后，总是会中途戛然而止。懵懂的达芙妮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可询问仆人后才知道，原来公爵是在有意识地选择避孕。而自从知道真相后，达芙妮就变得非常冷淡，再也无法回到往日的激情。她一直以为公爵是患病不能生育，没想到竟是他故意而为之。这天晚上，公爵再次邀她共度良宵，没想到达芙妮竟欣然同意了。这次她突然化被动为主导，成功拒绝了丈夫的半途而废。虽然她留下了新生命的种子，但他们的婚姻却走到了尽头。很快时间来到1个月后，当看到大姨妈准时如期而至，达芙妮忍不住抱着母亲失声痛哭。尽管母亲反对她和公爵分开，可这不是达芙妮自己能选择的。道歉，表示自己没有给她想象中的舞会，可达芙妮却笑着说这样更好。达芙妮包容和理解，只有这样幸福才不会远离。而在10个月后，公爵和达芙妮的孩子也终于降生。